歡迎收睇聰先生嘅頻道。喺開始之前，想提提你，記得撳訂閱啊，撳埋個啷啷，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更新啦。已經訂閱咗嘅網友都多啲留意下有冇被取消訂閱，當然都唔記得讚好、留言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啦。如果想聯絡我或者支持我嘅網友，可以通過片尾嘅資料。唔阻大家太耐啦，去片。大家好，我係聰神。今日嘅衝出嚟講呢，可能同平時嘅有少少唔同。今集嘅內容係我睇住所有呢一年嚟發生嘅事嘅一啲總結同埋心情。喺今日有國家對中國制裁，包括對官員嘅制裁啦，對軟件嘅制裁啦 ，TikTok、微信等等，仲有對華為公司嘅制裁等等。首先我會由制裁官員開始講起嘅。早前呢，佢哋就宣布咗制裁嘅名單，一共有11個人。制裁嘅名單裏邊，除咗特首林鄭月娥女士之外，包括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港區國安委秘書長陳國基、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前警務處處長盧偉聰等等。名單裏邊亦都包括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以及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呢個名單一出嚟之後呢， Facebook 都表示佢哋嘅 Facebook 賬戶將會被禁止使用任何存在支付行為嘅服務。首先呢，我就唔知佢哋到底做錯咗啲乜嘢。我覺得佢哋在其位謀其職，如果都係錯嘅話呢，我就喺度諗，做相反嘢嘅人會唔會被嘉許呢？定係有人被嘉許咗，我哋唔知呢？再者，我唔知道呢個行為對成件事有啲咩幫助。不過呢，我覺得咁做同幫助中國冇分別嘅。呢一大班人大部分都係中國生活嘅，斷咗佢哋喺外國嘅連結，其實變相同幫助中國係冇分別嘅，只會令到佢哋更加冇退路，更有決心去做好日後每一件事，更加無後顧之憂。而且我都嘗試過用結果定義去推論呢個行為，答案我只係諗到3個。第一，假設佢哋真係有外國資產，而佢哋嘅目的係要呢一班被制裁嘅人好驚。如果事實真係咁嘅話呢，呢一步可能有啲愚蠢，因為呢，我覺得以佢哋嘅官職同埋地位，根本就唔會求饒。莫講話退縮啊，咁樣做嘅話，只會令佢哋立場更加鮮明，做事更加無後顧之憂。第二個推論，我唔排除呢個行為其實係想殺雞儆猴，但係我覺得唔可以計漏中國嘅決心嘅，因為其實如果要讓步，一早就讓咗噶啦。而且條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立咗咁耐，大家都有晒心理準備噶啦，所以呢，殺雞儆猴應該稱唔上，最多只可以講得上係冷戰嘅槍聲。第三個推論，亦都係我覺得最合理嘅推論，就係佢哋都好清楚呢一步係冇用嘅，但係呢，一定要兌現承諾去制裁相應嘅人士，而且臨近大選，聲望同埋票數都相當重要，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呢個成數係最高嘅。跟住落嚟，我想講下喺軟件上面嘅制裁。咁佢哋呢，就以國安為理由，要制裁 TikTok 同埋微信。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咗行政命令，要45日後禁止同 TikTok 同埋微信嘅母公司交易。個原因係呢啲軟件呢，佢哋認為係有利中國嘅虛假信息宣傳活動。喺呢度呢，我都做咗少少資料搜集。點解美國總統可以話禁就禁嘅呢？其實一切都皆因美國嘅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 IEEPA， 佢所授予美國總統巨大嘅權力。呢一部呢，係一部緊急法，授予美國總統頒布緊急狀態，用嚟處理任何相當程度上或完全源自於美國以外，針對美國國家安全、外交或者經濟利益嘅非比尋常威脅。咁呢樣嘢點判斷嘅呢？有冇標準嘅呢？唔好諗到咁複雜啊！個標準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總統話係就係噶啦。消息一出呢，就有專家指出呢個舉動其實無助國安，純粹為咗選情嘅啫。而呢位加州大學嘅電腦安全講師更加表示，禁止微信絕對會令美國人冇辦法同中國嘅朋友或者親戚聯繫，係一個好爛嘅主意。而呢個行為顯然係出於政治動機，
而唔係安全嘅考量。而最有趣嘅係引述翻《紐約時報》裏面提到，美方嘅中央情報局話冇證據顯示呢個軟件做過任何嘢去影響美國嘅國家安全。咁啊，梗係啦！你試諗下，TikTok 上面用嘅都係外國人居多，中國人如果要用，都用翻自己個抖音啦，使鬼去用 TikTok 咩？再者啊，呢啲 social app 嘅靈魂根本就係在於用家，冇用家根本冇人 upload 嘢，更加冇人會轉發。唔管雞仔管麻鷹，你叫好自己啲國民唔好用咪就得咯。你仲話佢哋散播不利謠言？大佬啊，而家個個手上都有部電話，喺出邊活生生咁拍落嚟，你都話人哋造假，話不利謠言。真係造謠嘅話，拍戲搭景都需要時間啦。仲有啊，你話呢個 app 影響你國家安全，不如你直接話你啲市民影響你國家安全啦。啲嘢係佢哋影嘅，佢哋 upload 嘅，你拉晒佢哋咪算咯。你仲話呢個 app 會收集個人數據，我又想問下啦，有邊個 app 係唔收集個人數據嘅呢？唔好話 app 啊，你開個 email 啊，都收集咗你個人數據啦。不過如果要講到收集用戶數據嘅話呢，《華爾街日報》喺8月7號報道，一間同美國國防同埋情報有聯繫，而且係美國政府承辦商嘅小公司，喺500多個手機應用程式裏面陷入佢哋開發嘅軟件，可以獲得全球幾億部手機定位嘅數據，引起私隱嘅憂慮啊！你話咁樣有咩資格話人哋呢？同埋點解你做得，人哋就唔做得嘅呢？再者，我想講啊，就算你真係賣咗俾 Microsoft， 根本就解決唔到個問題。啲人嘅用戶習慣已經養成咗啦，你去改佢哋感覺到嘅話，最後又會點呢？最後一唔係就嚟嘈你，一唔係咪走去嘈 Microsoft 咯？冇錯啊，你係可以改佢後台嘅算法，唔經唔覺咁做一啲改動。但係如果你最後出手刪佢哋嘅嘢嘅話，你咪應驗翻你口中講話人哋國家冇言論自由咯。個問題係喺你口中冇晒言論自由嘅國家去管理呢個 app 嘅時候都好自由喎，係賣咗俾你哋先冇晒自由啫。你到時點解話呢？又講下微信啦，其實咁樣斷人哋家庭用嘅溝通軟件都算啦，但係如果佢最後影響咗微信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上面上架嘅話呢，咁你真係逼人哋轉用華為啦。因為我相信今日要國民取捨微信同埋蘋果嘅話呢，基本上係唔使諗嘅。但係到底呢個決定會影響邊個多啲呢？嗱，如果因為咁樣少咗人買 Apple Product 嘅話呢，條數就好襟計啦。根據有報道指，中國第二季 iPhone 嘅銷量去到1300萬部，比起第一季激增咗225%。嗱，咁我就數下手指啦。我估上半年保守估計可能賣咗1870萬部電話左右。至於呢度係幾多錢，有幾多盈利，交幾多稅翻美國嘅話呢，我就唔識計啦。仲有啊，蘋果嘅 App Store， 即係大家下載軟件嗰個呢，佢喺中國市場嘅收入佔咗佢全部銷售額嘅差唔多一半。嗱，佢喺2019年呢，全球創下5190億美金嘅銷售額。而淨係中國地區貢獻咗2460億美金，佔咗47.4%，差唔多一半，喺所有市場裏面排名第一。呢個比例就係過去一年14億中國人每人俾咗175.8美金蘋果啊。而排行第二嘅呢係美國市場，銷售額達到1380億美元。歐洲市場同日本市場排第三同埋第四。所以呢，我覺得呢單嘢唔係制裁緊 TikTok 同埋微信，反而可能係整蠱緊 Microsoft 同埋蘋果。第三樣被制裁同埋封殺嘅就係華為啦。嗱，我先唔講孟小姐已經1年幾冇返屋企啦，我再唔講禁止晶片嘅問題。今日我想講下 5G。其實 5G 係咩呢？正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5G 呢係一個媒介。用得好嘅話，可以改變而家生活上面嘅好多嘢，譬如醫生可以隔空診症病人啦，電視台可以喺室外直接進行高清嘅直播啦，甚至有配合衛星導航嘅無人駕駛交通工具等等。因為佢可以用佢嘅傳輸速度去彌補好多人或者電子器材嘅處理速度或者突發嘅情況等等。
但係速度咁快有啲咩唔好呢？其實快到咁呢，可以好可怕嘅。你諗下，如果系統保安做得唔好嘅話，俾人入侵咗嘅情況下，以前影響到你嗰部分嘅嘢，今日喺 5G 嘅頻譜下面，等於放大咗10倍以上，因為速度快咗10倍以上，佢要攻陷你嘅速度都相對快咗。仲有啊，當一個城市完全網絡化，你可以幻想一下，我可能根本唔需要再同你有戰爭噶啦，因為我只要入侵到你嘅系統，將你嘅城市甚至國家停電停網5分鐘，你有再強嘅導彈防禦系統都可能形同虛設。甚至如果你連發射系統都係連接網絡嘅話呢，就更加不堪設想啦。所以話呢，其實所有嘢都係兩面刀嚟嘅，你可以用佢嚟做好事，你亦都可以用佢嚟做壞事。就好似一部車咁，你用得好呢，佢係一部運輸工具；你用得唔好嘅話呢，佢都可以係一部殺人嘅武器。但係就要睇下佢可以為你帶嚟嘅利弊去權衡一下得失，而唔係一刀切，唔俾自己嘅國家去提升國民嘅生活水平，仲要揾唔到一個合理嘅理由去解釋。嗱，我哋雖然面對住咁多制裁啦，不過其實有傳聞都話中國係會有相應嘅部署㗎。嗱，澳門呢就面臨賭場嘅續牌啦，而澳門有3間美資嘅賭場，佢哋喺上市至到2018年底為止，累積嘅盈利已經超過1800億噶啦。嗱，有人就話呢，影響3間美資賭場嘅話，會影響澳門人嘅生計，甚至會令到好多澳門人失業等等。嗱，我就唔係咁諗嘅，我反而覺得澳門會有運行。其實個理由好簡單嘅啫。嗱，其實澳門呢仲有3間唔係美資嘅賭場嘅，分別係澳博啦、新濠啦同埋銀河等等。只要去博彩嘅人數不變嘅話呢，冇咗3間賭場，另外嗰3間賭場只會變得更旺場嘅啫。再者啊，你試諗下，喺唔需要擔心人民嘅錢流入外國嘅情況下，自由行嘅簽證分分鐘更加放寬，對澳門呢係有利無害嘅。生意啊，分分鐘好過以前添。其實呢，今日我要分析同埋要講嘅嘢都講完噶啦，我就唔想做任何結論，想交翻俾你哋自己去諗。嗱，我希望你可以客觀咁諗下以下落嚟嘅嘢。一個自命民主嘅國家，做啲咁唔民主嘅行為，去制裁一啲在其位謀其職嘅人，咁仲叫唔叫民主呢？一個話有言論自由嘅地方，用舉國之力去打擊企業，封殺一啲發表言論同埋消息嘅渠道，咁又仲有冇言論自由呢？一個喺人哋地方出事嘅時候就話係美麗嘅風景線，仲勸人哋國家元首去前線同示威人士談判去解決問題嘅人，但係自己遇到同樣問題嘅時候就匿埋，呢個標準係咪又一樣呢？我唔清楚睇到呢度嘅你到底係乜嘢立場，我只係想你可以抽身一下，客觀啲去睇。如果今日呢個被欺壓嘅國家唔係叫做中國嘅話，苦心自問一下，你仲會唔會支持打壓人哋嗰一方呢？我唔知道國家俾人欺壓對你嚟講有啲咩好處，又或者你可能覺得冇壞處啦。但係我想講，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幻想一下，如果冇咗國家，你屋企同埋你住緊嘅城市會變成點樣呢？你同你家人所有嘅積蓄可能唔再值錢，但係你哋撐銀行嘅錢，你依然都係要還。如果你幻想咩都可以重新嚟過嘅話呢，你可以睇下幾多以為可以重新嚟過嘅國家或者地方，到今日佢哋成功重新嚟過咗未呢？今日如果你仲係要以仇中為你嘅目標嘅話，我只能夠講我對你好失望，但係我都係勸你有能力嘅話快啲走啦。你哋咁想中國被制裁，其實喺你哋夢想成真嗰日，你真係未必好受嘅。但係如果你同我諗法一樣嘅，我都希望你可以喺你嘅崗位上面多出一分力，多一份愛國心。識唱國歌嘅你可以細味一下國歌嘅歌詞。今日我要講嘅就係咁多啦。完結之前，我想講一句：中國人加油！